欢迎回来。据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8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全国各级广播电视主频道、主频率、各新闻网站、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周二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勋章是党、国家、军队的至高荣誉。2017年7月，我国确立以5章1部为主干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包括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以及国家荣誉称号。为记载上述功勋荣誉获得者及其功绩，还专门设立了党、国家、军队功勋部。此次七一勋章首次颁授，标志着我国4大至高荣誉勋章已完整颁发。外界注意到，在金色大厅现场前排座椅上有七一勋章获得者和陪同亲属的名字，几位不能来到现场的获得者，他们的亲属也在前排就座。这几位因行动不便没能来到现场的100岁获奖者，分别是陆元九，1920年1月生，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辛玉玲，1921年2月生，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以及瞿独一，1921年11月生，革命先烈后代，在开国大典上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毛主席讲话。另外还有3位已故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他们分别是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谁是最可爱的人原型之一的柴云振、脱贫攻坚一线挥洒汗水忘我奉献的新时代青年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黄文秀。这29人来自各行各业，历经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奋斗史。他们中既有革命战争时期的渡江英雄马毛姐，为国护海寸步不让，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王书茂，也有一心为民、埋头苦干的当代愚公黄大发。今年86岁高龄的黄大发，贵州遵义人，1959年11月入党。他带领村民历时36年，在悬崖绝壁上开凿出一条主渠长7200米、支渠长2200米的生命渠，用实干兑现“水过不去，拿命来铺”的誓言，为改善山区群众用水条件、实现脱贫致富做出巨大贡献，被誉为当代愚公。2017年，深圳卫视推出的5集大型专题纪录片《通途》，其中第5集《生命渠》讲述的就是黄大发的故事。20岁就入党了，老百姓相信你，你才喊得动他。按照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傅兴国在今年3月23日的介绍，七一勋章人选的提名条件主要有4项：一是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二是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杰出贡献，建立卓越功勋；三是道德品行高尚，创造宝贵精神财富；四是在全党全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受到高度赞誉。5月31日，29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产生，名单涵盖了多个领域的候选人，包括战斗英雄、科学家、社区工作者、艺术家、外交官、民族团结先锋、教育工作者和警察。他们中有曾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革命战士，有常年坚守边疆、巩固国防的戍边英雄，有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优秀干部，有兢兢业业、锐意探索的专家人才。有人历经革命斗争与建设改革的各个年代，阅尽世纪沧桑；也有人正值芳华，却为了国家的尊严、人民的幸福，献出了宝贵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100年华诞的历史时刻，对先进分子当中的一部分人员进行现场授勋，庄重、正式、震撼，既是对先进的表彰，也是鼓励前行，更是号召全体党员去践行党的使命。
带领着中华民族向新的伟大征程去奋斗。中国共产党迎来100年华诞之际，庆祝建党100年的活动吸引了大批境内外媒体的关注。大型文艺演出活动“伟大征程”以及7·1勋章颁授仪式都被各国主要媒体争相报道。而国际社会在惊叹于中共100年卓越成就之时，也着迷于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中共为什么能成功？随着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华诞的临近，逐渐升温的庆祝建党100年的活动吸引了各国主要媒体的关注。而随着建党100年日期的临近，研究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成为外媒的一大热点。《华尔街日报》称，在7月1日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拥有庞大创业者和中产阶级的成熟现代城市，还有努力争取在关键技术上取得全球领导地位的大学和研究中心。英国经济学人感叹，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在于能够将一个饱受饥荒折磨的灾难国家转变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其尖端技术和基础设施让美国破旧的公路和铁路相形见绌。文章称，随着中国共产党进入第2个100年，他有充分的理由自豪。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长期关注中国的变化发展，曾于2018年获颁改革有益奖章。特别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他对中国的抗疫成果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和踏实工作精神值得世界学习。 What we're looking at is a government that is not elected for 4 or 5 years. It's a government that's in place for 70 years. They're on the top of the hills looking out ahead with binoculars to see what winds and what adverse conditions might come. The Chinese party has the system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and they're constantly looking at what they're doing and how it's working and correcting and changing their procedures. So I wasn't surprised that China was able to do this so fast. What I was a bit surprised about was that the world wasn't ready to learn from China and to cooperate together to get the medicines, the vaccines, the PPE to all areas of the world. I think that's now beginning to happen. And I hope that the next time this comes around, and from all I can hear, it's likely to come around again, that the world is much better prepared collectively to deal with it when the outbreaks happen. But we've probably learned a great deal as a world, and hopefully we'll cooperate much better. And we appreciate what we're able to watch from China and work out how to get those collections of population to do it together in the next time that it happens. 在国际社会总结的中共成功秘诀之中，有一条不可或缺：中共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俄罗斯《真理报》刊文称，在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当中，很多时候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在没有现成答案的情况下摸索前行。理论依据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中国人民数百年来积极的经验加以弥补。弥足珍贵的经验曾不止一次充当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有长期研究。2018年，他获颁中国改革有益奖章。在库恩看来，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成功的奥秘所在。So that's sort of a given definition. It's not an ideological absolute that that's where the party has great power because of the top-down command system that is part of the party system. And so you have great control and can focus national resources on big kinds of projects. Given the commitment of especially with the senior leader putting his personal credibility and political capital behind it, that gives it great strength. 在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100年的历史节点，中俄元首举行视频会晤，并正式决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也成为近期媒体关注的焦点。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表示，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缔结20周年，中俄两国致力于发展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0载只是序章。我们坚信睦邻友好是中俄两国的主流民意，互利共赢是双方合作的不变航向。在两国元首引领和条约精神指导下，中俄关系和两国各领域合作将取得更大发展，收获更多成果，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的贡献。20年前，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堪称中俄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西方曾炒作中俄会借此打造新的同盟关系，但事实证明，20年来中俄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始终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照顾对方合理关切，走出了一条全新的世界大国相处之道。当前国际政经局势更趋复杂严峻，条约内容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增添了新的内涵。对于近期中俄密切互动所释放的信号，美俄媒体高度关注。美联社称，中俄领导人不仅发展了牢固的私人关系，还增强了两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全面战略协作绝非为应对一时压力下的抱团取暖，而是融入了两国对21世纪大国关系的真正理想，将两国长期的根本利益实现捆绑融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分析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有助于巩固两国主权，将帮助中俄在复杂的形势下拥有来自战略伙伴的可靠支持，并减轻两国在全球政治空间不平衡的情况下维护主权的任务。俄罗斯政治专家网站的分析认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发生在俄美峰会之后，是向西方发出的重要信号，表明俄罗斯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或者为了取悦美国而破坏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和俄罗斯这样两个邻国，能够做到处理问题非常有效，成为大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楷模。因此，中俄两国这样一种互动，对整个世界释放了积极的发展信号。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杨先生您好，在建党100年这样的历史节点，首次颁授七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首先，你讲的很对，这是100年的首次。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呢各条战线有各种英雄模范。因此我们各条战线也有各种奖励，比方说最高级别的，我们有81勋章，我们还有共和国勋章。但是从党的角度，那么这次确实是首次在建党100年这样一个节点上呢，颁发了党内的最高荣誉，这个七一勋章。我认为这是在所有勋章当中分量最重的一个勋章。这不仅因为共产党是领导我们军队、领导我们国家走向今天辉煌的一个核心力量，而且更因为什么呢？无论是81勋章获得者也好，还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各种先进称号的获得者，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更加响亮的、更加光荣的称号，那就是共产党员。正因为这样呢，在各条战线、在各个领域营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模范人物。那么在建党100年这个节点呢，那么党中央推出这个最高级的这种荣誉的奖励，就是七一勋章。这一方面呢，它是对于我们党100年来各条战线、各个历史时期，各行各业的英雄人物的一种总结性的表彰。同时呢，也是通过这种总结性的表彰呢，激励我们更多的党员向着共同的目标进行更加伟大的这种斗争，进行更加伟大努力的一种激励。因此，总的讲呢，就是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这种勋章的颁布呢，它有着这个传承历史、开启未来的伟大意义。对于七一勋章这29位获得者名单，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呢？我注意到这29名获得者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多种多样，它不仅呢有这个在战争年代立下不朽功勋的我们的军人英雄，我们也有和平时期的各条战线，从工人到知识分子，从外交官到这个国内的科技人员，从这个农村到这个工业战线各方面的这个党员的这种先进模范呢，都
集中的体现在了这29位这个光荣的获奖者的这个名单上。那么这个名单呢，它体现了我们共产党的这种广泛性，而且体现了共产党的先进人物的广泛性。你从这个名单的这种多样性就能看出来。另外呢，就是说这份名单本身呢，也是我们党领导各条战线进行伟大事业斗争的一个缩影。就是我们党的它的基础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样的，我们党员呢也是深深的植根于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过这个突出的贡献。因此我认为不仅这29名获奖人员应该说是当之无愧，而且更重要的呢，实际上29个个人他是一个群体，是我们党是深植于各条战线群众和各个领域的英模当中的一个缩影。党的100年华诞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视频通话。普京在通话中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表示俄方正视历史上同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历程，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往。这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首先呢，这次习主席同普京总统的这个通话，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通话呢，它反映出的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进一步的升级。特别是什么呢？双方领导人共同决定呢，就是要进一步加强这个党际交流。那么这反映出呢，这个中俄双方的这种关系。从历史到现实的，我们其实有很多教训，也有很多经验，有很多这个成就，当然也有很多难忘的这种令人遗憾的这种记忆。但是总的讲呢，中俄两党，中俄两国，它经过这么些年风风雨雨的发展，现在进入了一个双方关系最成熟的时期，因此也就进入了最好的时期。那么这次通话本身呢，其实有一种承前启后的这种意义，它标志着什么呢？对外释放一个信息，就是说中俄双方的关系不仅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同时呢，中俄双方的合作将对这个世界的人类进步事业会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好的，也谢谢杨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今天的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巨大执政成就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道路、中国故事、中国奇迹成为国际舆论探讨的热门话题。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推出系列专访《幸会中国共产党》，邀请多位国际友人分享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第8期的嘉宾是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In the past 8 years, you've been devoting yourself to explaining China's role in World War II to the Western audience, which is highly appreciated. In your last book, you pointed out that China has been a very responsible countr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Today, it's been almost 80 years since the end of that war. So how do you think China's role is different in the globe from what it was 80 years ago? So today's China is obviously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ituation. It's at peace in a world that is mostly peaceful, not completely peaceful, but nonetheless. It's also a country that has economic sovereignty in a way that would have been, almost unimaginable for its predecessors in that sense. It's also a country which is looking in all sorts of ways to play more of a global role. In comparison with 80 years ago, we have a China that is much stronger and also, I think, able to operate in the wider world much more effectively. 在拉纳米特看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逐步走到世界舞台中心。以抗击新冠疫情为例，中国的表现就格外亮眼。As well, there are already several vaccines being tried out, and that story in the next few years is very much going to be about the way in which we vaccinate the world, and then move on from that to think about what the new economic model is after that. I'm sure that China,whatever happens, is going to have a very big role in that story. 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的西方历史学者，米特强调，以前的西方汉学家更多的是旁观中国，而我们这一辈则是要与中国一道书写中国。Understanding that today's China
does not come out of nothing. It comes actually from a very complex, often very turbulent, and very, very influential historical trajectory. In that sense, I think that all of us have a job to try and make Chinese history part of the mainstream of global history in the West as well. In other words, we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that they're just doing a course on China and it's sort of added on to everything else, and that the real history is in the West. No, actually, Chinese history is global history too. 香港国安法实施将满1年，香港社会由乱而治，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为什么各方盛赞香港国安法已成保障权利自由和安宁生活的守护神？张健、陈斌点拨关键。2019年修例风波引发的乱局，让香港经历了自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社会动荡，法治受损，民生受创，令东方之珠蒙尘。危急时刻，中央政府果断出手。去年6月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并在当日生效，对黑暴、港独乱港势力形成了有力震慑。如今，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将满1年，1年来，香港社会由乱及治的转变历程也表明，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极少数人来说，国安法是高悬的利剑；对于绝大多数香港居民，包括在港外国人来说，这部法律是保障权利自由和安宁生活的守护神。2019年的修例风波引发香港黑暴势力日益猖獗，街头暴力不断升级。香港蓝潮势力一方面借机公然挑战国家主权和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另一方面暗中勾结境外势力介入香港事务，企图挟洋自重，充当外国政府在香港的代理人，令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也让香港社会饱受创伤，经济停滞不前，市民生活受到极大困扰。在此危急时刻，中央政府果断出手。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同日，香港国安法在香港刊宪公布，并于当日晚11时生效。香港国安法禁止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违法者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根据现任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原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介绍，自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截至本月中旬，香港警务处国安处已拘捕109人，起诉62人，涉及11宗案件，包括黎智英、李柱铭、戴耀廷等在内的反中乱港头目，已经依据香港国安法受到了应有的制裁。深圳卫视注意到，在香港社会存在多年的几个港独组织，正是在香港国安法去年落地生效的同一天，纷纷宣告解散，做鸟兽散。比如，主张勾结外国势力的港独组织香港众志，其秘书长黄之锋、成员罗冠聪、周庭及敖卓轩宣布退出。香港众志随后宣布解散并停止一切会晤。而梁颂恒任发言人的香港民族阵线，在学界宣扬港独的学生动员也纷纷宣布解散香港地区全体成员，停止在香港运作。这就是香港国安法强大的震慑效应的充分体现。香港国家安全法实施1年来，在多个方面展现出了这部法律的效力和这个效能。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不少的港独组织、港独分子纷纷解散，或者潜逃海外，或者被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安法拘捕。整个对这个港独的这个氛围形成了威慑效应。根据李家超介绍，香港国安法的落地生效，也在相当程度上制止了国外境外势力伸向香港、干预香港的黑手。一个突出体现就是使外国代理人离开，令反政府活动分子的海外资金中断。李家超在担任香港特区保安局局长期间，多次接受深圳卫视驻港记者独家专访。去年10月，李家超就在专访中对深圳卫视表示，香港国安法面对的是國家級對手，仲係有一啲係挑戰緊國家安全嘅意識喺度嘅。有陣時見到某啲口號喺度嗌嘅。咁當然啦，我哋要好現實咁去睇，即係香港整體嘅事情咧，就係23年大家都只係有薄弱嘅國家安全意識。23年期間都仲係有一啲港獨思潮喺度蔓延緊，增加自己呢方面嘅認識啦。因為我哋講緊係國家級嘅對手啊嘛，咁呢方面都係一個挑戰，但係呢個就係一個長遠嘅事業嚟㗎啦。
今年4月，在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9个多月之后，李家超再次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形容，香港国安法如同一个领航灯，加强了香港社會的國家安全意識。國家安全法頒令之後咧，加強咗大家嘅共同意識啊，即係話國家安全呢個意識，亦都係一個可以講係一個領航燈啊，令到所有人嘅團結性、意識性更加集中起來。香港國安法之所以能立竿見影，不僅因為有一套明確的法例，給止暴制亂建立了法律基礎，還因為中央從一開始便決意要切實執行。外界注意到，在香港國安法落地的第2天，去年7月1日，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就正式成立。7月29日，港警國安處就展開成立後的首次行動，抓捕港獨分子，並以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罪名，發出對羅冠聰、陳家駒、黃台仰等亂港分子的通緝令，又在8月10號以涉嫌勾結外國勢力、串謀欺詐及煽動等罪名拘捕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及其2名兒子、一傳媒行政總裁張建宏、香港眾志前副秘書長周庭等人，嚴正打擊了亂港勢力的囂張氣焰。今年1月6日，港警國安處還拘捕了53名曾參與立法會非法35家初選的藍潮派成員，隨後被捕的核心人物先後宣布退出所屬的政黨，眾多藍潮派區議員已爭相跳船。6月26日，藍潮派政黨新民主同盟宣布解散，而藍潮派第2大政黨公民黨目前也僅剩5名區議員。值得注意的是，港警國安處成立後不到1週，去年7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國家安全公署正式成立。由此，香港警隊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領導下，和駐港國安公署之間合作無間，與香港律政司的國家安全檢控小組同樣合作無間。所有這些都告訴別有用心者，維護國家統一與安全，香港國安法絕不是無牙的老虎，絕不是嘴上說說而已。咁啊，其實我哋呢幾支紀律部隊呢，不嬲都係合作無間嘅嚇。咁啊，自從有咗國安法之後呢，當然啦，有3位紀律部隊嘅首長都係國安委成員啦。咁我哋喺國家安全方面合作呢，就仲更加密切嚇。咁另外呢，我哋亦都係各自就住國家安全入邊要執行一啲嘅行動呢，都係各司其職嚇。因為我哋國家安全除咗係執法行動之外呢，就喺點樣預防啊，或者情報搜集方面呢，都係好重要嘅。咁每個紀律部隊呢，呢方面呢，都係有好大嘅貢獻。樹欲靜而風不息，國際形勢仍詭譎兇險，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仍然存在。香港內部、外部暗湧仍在，潛藏的動亂火種隨時復燃。今年5月13日，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及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收到白色粉末信，報警處理後，經檢驗，相信粉末不含危險成分。但這次事件引發外界廣泛關注。鄧炳強也通過深圳衛視直新聞發表過獨家回應。咁我諗咧，呢個係講緊外部勢力一個好複雜嘅一個整體嘅地緣政治嘅一個嘅環境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好相信呢，係雖然係有咗香港國安法，咁但係呢都係繼續會有啲外部勢力係會透過本港嘅代理人呢，係希望對於我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嘅。李家超在今年4月接受我們採訪時也提到，本土恐怖主義仍然潛伏在香港，慎防獨狼式恐襲，仍令執法工作充滿挑戰。他還提到，香港6大紀律部隊加起來超過7萬名人員，超過了政府人員1/3，6個紀律部隊同心同德，互相配合，一致維護國家安全，就是要把這個信息傳遞給所有人知道，香港絕不會亂，不會在國家安全方面有所鬆懈。外部都係重要信息，因為國家安全風險好多都係外部嚟噶嘛，即係外國勢力、外部勢力。嗱，我哋有一個咁強大、咁齊心、咁團結，亦都咁有力量嘅紀律部隊喺度，鎮守住我哋自己整個香港，亦都會維護我哋嘅國家安全嘅。咁呢個信息呢係重要嘅。相關話題來連線特約評論員陳彬，陳先生您好。明天香港國安法實施就滿1年了，您覺得對香港帶來怎樣的變化？美熙你好，最近一段時間呢，幾件令人注目的事反映的就是香港國安法帶來的變化。我個人的感覺呢，是一股舒爽、安寧、樂觀的風正在香港吹拂。你看呢，航天科學家走進香港校園，
讲述长征、神舟、北斗、天问、嫦娥的故事，天上与地下，内地与香港，普通话与粤语天然混成。曾经火光冲天的校园，现在兴起的是一股航天热。那么科学家和青年学子一同遥望星空。你再看香港特区政府唯才是举，把恪守法治、在有乱机制中征程之中建树卓越的这个官员提拔到更重要的位置。李家超、邓炳强这些人严格的执法，对香港回到正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升职不仅会确保高效率，而且导引了爱国者治港、能人治港的蓬勃而出。对，还有那个煽动暴力、这个勾结外贼、挑拨仇恨的毒苹果，被彻底的扔进了垃圾桶。香港的舆论环境开始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就连疫苗接种也在快速的推进。5月底香港接种疫苗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5.3%，而到了今天已经有218万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这个占应合格人数的32%，143万人接种完第二剂疫苗，占合格人口的21.1%，每天都有5万多人预约接种。还有很多可惜的现象，比如说学校平静了，上课学习是中心，街道正常了，人们不再为打车坐地铁而担忧，经济开始复苏了。5月份香港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分别上扬了24%和26.5%。那么过去7个月来外贸数字呈现上升的趋势，人们普遍对香港外贸和香港经济持续复苏保持乐观态度。这些都是国安法带来的看得见的好处。香港国安法实施1年带来的最大变化，恐怕是香港变了，香港回到正规了。中国内地有个词叫做风清气正，我想今后的香港也一样会风清气正的开创未来。好的，谢谢陈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在世卫组织出炉的权威科学报告面前，美国方面依然一门心思散布实验室泄露等阴谋论，要求情报部门主导新冠病毒起源调查。不过，调查进程即将过半，却没有多少进展。据美媒披露，拜登政府已经悄悄开始降低对调查结果的期待值。与此同时，一名曾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过的澳大利亚科学家，通过美媒首度发声，以亲身经历驳斥有关谣言。被拜登委以新冠溯源重任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日前接受雅虎新闻的采访时表示，新冠病毒的真正源头可能永远都不为人所知。这是拜登指示情报界开展调查以来，美国最高情报官员首次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表看法。海恩斯透露，他一直在密切监督此次调查进程。在调查团队中，一部分人倾向所谓实验室泄露论，另一部分人倾向于病毒是自然产生的。海恩斯称，代表2种对立说法的分析人士定期对他进行汇报，目前还难以评估哪一个说法占优。不过，在7月中旬，拜登会先收到一份有关45天调查进展的中期报告。周日，《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称，拜登已经意识到90天的期限不会得出明确的结果，但他仍坚持这么做，是希望这一努力可以突出重点、高强度，并且具有实现性。观察指出，面对调查进入瓶颈期，拜登的态度反映他没有放弃操弄新冠溯源议题。拜登的整个抗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不成功，这就使得拜登在政治中间备受压抑而共和党人呢，尤其是特朗普，现在有种种迹象显示出来，他要重新回到政坛中间去。在共和党和特朗普的压力下，拜登和民主党政府就不得不在病毒溯源这个问题上进行后续的这样的一种推进。面对美政府千方百计用实验室泄露谬论来抹黑中国，继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批次实验室工作过的法国生物安全专家加布里埃尔·格拉斯对外公开发声后，
另一位外籍病毒学家也选择站出来，向世界阐明真相。彭博社周一发布对澳大利亚病毒学家丹尼尔·安德森的采访。安德森在中国通报发现疫情之前，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实地工作。在采访中，安德森形容武汉病毒研究所里的一切与外界听到的内容非常不同，这里的科研活动被一面之词与歪曲的事实所掩盖，根本没有西方媒体渲染的那么夸张。作为研究蝙蝠携带病毒的专家，安德森自2016年起代表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生物安全研究所开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展开合作。2019年11月之前，安德森每天都会前往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并与研究人员近距离接触，包括一起搭乘公交车通勤。因此，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称获得3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底生病的所谓情报，暗示疫情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时，安德森明确表示，他认识的同事当中没有人生病，而且这里对于出现和被研究的病原体相关的症状有一套完整通报流程。安德森回忆，自己初次参观时便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保措施印象深刻。实验室有最严格的安保要求，所有内部空气、水与废物在被排出前都需要接受过滤与消毒。She says that the lab was very rigorously controlled. She had to go through 45 hours worth of training in order to be able to work in it at all. Then you have to take a round of 5 different tests in order to operate there independently. She said that she was not ever sick with any kind of a virus and was not aware of anyone else in the lab. 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拜登政府对新冠溯源好像越来越没底气了，说调查可能无法得出结论。您对此如何看？新冠溯源没有错，那么找出来源呢，就能够更好的防疫，战胜新冠。但是美国的所谓新冠溯源是政治化的，拜登政府的所谓溯源呢，也主要是调查这个新冠呢是不是从中国的实验室泄露的，是不是中国人为制造的，想把特朗普呢没有甩出去的锅再甩一次，从而呢污蔑中国、黑中国。对于新冠是不是出自实验室，世界卫生组织的多国科学家呢，在武汉考察以后也说极不可能。美国的情报机构呢也说可能性很低。昨天呢，曾在这个武汉病毒所工作过的外籍专家、澳大利亚的病毒学家呢也发话了。他说呢，他没有感染新冠，他的中国同事也没有，那么把美国的种种猜测和报道呢，统统给打回去了。也因此呢，这拜登政府说呀，这个新冠溯源调查可能没有结论。这也再次说明，凡是把本属于科学的、经济的事儿打上政治化符号，注定呢是办不成的。只能呢把事搞砸，搞得更坏。补充一句，拜登政府把新冠溯源政治化，那么再次捡起了特朗普的臭鞋子，估计呢是没什么好下场。特朗普重返政坛，